好，开始了啊。我觉得男的吧，男的题目你在做的时候就要更仔细的审题。高考已经过了，然后看有观众抓旁边的那手说上来就整这个呀。先整点别的啊，别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除了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外，我还是这个节目的总编剧。终于当上总编剧了，果然啊，人要是想升职，还是得跳槽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一样了，以后不要叫我杨丽了，叫我程璐。我早就想当总编剧了。我第4季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怎么还不是总编剧？我什么时候才能当总编剧？他们还劝我说，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上节目。我说我不想上节目，我就想上桌。当了总编剧2个月以后，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你知道，我想下桌了，我吃完了，因为太累了，你知道，我都瘦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改稿，改到半夜，改的我都去跟王建国说，我说咱们这个总编剧就是总得在这儿编剧哈。我以为是个 title 呢，没想到是个缩写。改稿压力也很大，很怕自己改不好，很敏感。万一哪个演员特别有礼貌说一句说周老板这个想的好，我就说是说我刚才那个想的不好，我给他想个好的，想不出来得给人道歉，说哎真的对不起，最近状态不好。干着干着我就觉得我这个处境我是上桌了吗？我想下桌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能上桌的除了人还有菜。但做新节目还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因为我原来就一直觉得脱口秀节目太少了，对吧？就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只有一个垄断地位的节目总是不好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对吧？确实也对，确实也对。我现在做很多事儿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还拍一些剧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杨幂在仙侠这个领域，是时候轮到我来竞争一下了。我还问我朋友，我说你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你不想看看杨丽的仙侠剧吗？他说我看多了杨幂的仙侠剧，我还可以看看杨幂的别的剧。我说别的剧我也可以竞争一下。确实，仙侠剧有些不太适合我，就是因为它比较特殊，它要求演员不光要会演戏，还要长得特别漂亮才行。但我吧，你知道，不会演戏。想听我说自己不够漂亮？做梦！我挺漂亮的，尤其是我和杨门一起客串了一个仙侠剧以后，我就更确认了这件事儿。因为那个剧播出的第1天，杨蒙恩丑就上了热搜。但是我没事儿，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舆论终于为我证明了，我是可以融入神仙的队伍的。你知道，原来网上大家说我多难听，丑什么的还好，还有人搞封建迷信。有网友分析我的面相，说我额头窄，克夫。还是杨门安慰的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克夫那是看了你的面相吗？那是听了你的段子。”如今你知道，他也遇到坎儿了。我也得安慰他呀，我说你别听那网友瞎说，说你丑那是看了你的面相，但你别往心里去，你知道吧？这都是剧的宣传。你看杨笠加盟新剧也在热搜上，他说那能一样吗？我这个是真的有人在搜。我们这一行确实你知道压力很大，但我还是很喜欢。特别是录了脱口秀节目以后，就因为会有观众跟我说杨笠，我好喜欢你啊，看你的段子我觉得好治愈呀，一下就点醒了我。我觉得对呀，这才是我呀，我跟其他演员不一样，我不是来单纯的讲段子了，我是来治愈别人的。我要更努力的治愈别人，我要用我的语言抚平这个世界上女人们心目中所有的伤口。这
也不是梗，真的。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你们，我都想瞎了心了。我恨不得在大街上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女的，就给她号脉，说怎么样最近容貌焦虑有没有？职场性骚扰遇到过没有？内耗严不严重？原生家庭这一块，人群中是否感到孤独？都没有。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杨笠脱口秀？就是你知道，当我找准了这个定位以后，我现在心态你知道平和很多了。现在冷场什么的，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别人很着急说杨笠你这个没有人笑啊，我说你不懂，你不懂现在在这个场子里有多少伤口正在悄悄愈合。你仔细听，这是冷场的沉默吗？不，这是血肉正在疯长的声音。谢谢大家，我是杨笠。大家好，我是杨笠。紧张哈，我反正是不紧张。对，我们今天我不比赛了嘛，就是简简单单开个场啊。你说省得原来每次演完，都有弹幕说演成这样还能这么高的票，就是靠名气吧？不装了，就是靠名气才来这个节目的，跟蒋龙一样。你知道干了这么多年脱口秀，终于不比赛了，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吗？哎，不说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这一期我还是准备的非常认真的，不是写稿，主要是练刚才那首歌。你们也知道我的水平，我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你要想唱好这首歌呀，你就要用更难的歌来练，所以他就让我在家练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练了1个多月，我还行，我隔壁大爷受不了了，来敲我的门说小姑娘，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连呼吸都痛的话，你就不要唱歌了，好吧？你这个痛啊，跟想念没有关系啊！不要再唱了。我刚看新闻说咱们小区的房价突然降了，我怀疑就是让你唱的。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啊，但我就是不喜欢比赛，但我喜欢我的工作，喜欢讲脱，但我主要是不喜欢和周奇墨一起工作。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我也想要。我嫉妒他，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最令人生气的是什么？就是我一边记住他，我又一边忍不住尊重他，因为他真的很令人尊重。就是他不光脱口秀讲得好，性格还特别好，格局还特别大。你看他刚刚演开场，比自己比赛还认真。我跟你说，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人啊都做绝了，不留给别人一点生存空间。我真的有的时候，他坐我旁边往那看一眼，我都喘不上气。他把我搞得我现在都不喜欢好人了，你知道吧？我更愿意跟有缺陷的人待在一起。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说，我说你明天能不能别来上班了？我想跟王建国多待一会儿。他不同意，他说我不上班你养我呀，扣题。这就是不比赛的脱口秀的魅力。我不瞒你们说，他就是我最羡慕的那种人，就是话少。我常常想他是怎么憋住的，为什么我就憋不住？我就是那种话很多，很不容易让人尊重，就是那种别人刚刚觉得说，哎，这个女的好像有点东西了的时候，我就立马多说几句话，向她证明这个女的没有。我这种感觉别人不懂，丹姐原来肯定懂。你说一个人，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如果懂得一件事，怎么能忍住不给别人讲？多么自私呀！你别说我懂的事儿，我不懂的事儿我都想讲。有一次我去看一个音乐会，被旁边的观众认出来了，然后他就说啊，杨笠，我很喜欢你。我说谢谢。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音乐理念。然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散场的时候，我实在有点没忍住，我说你不是挺喜欢我的吗？他说我是挺喜欢你的，但是我更喜欢安静。人想说安静，我做不到啊，因为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好想看杨笠参加浪姐。真的人真的不能
话太多。就如果你特别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你的情绪在别人的眼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我最好的朋友叫阿玉，但是我从来不尊重他，因为我已经认定他的话多且无用。我跟他说什么事儿，他说杨丽，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但相同的事儿，如果我去问周奇墨，他不用说我都能学到东西，因为我默认他懂，他不用教，我会自动的学。比如说，我跟周老板说，我说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他说，然后1分钟就过去了。我说你不用说了，我懂。我确实我不太适合做老板，我太冲动了。那我要是去做直播呢？他说，我说我又懂，直播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而且这个对实体经济都有伤害，我不干啊。那要不我去做导演呢？他说，我说是也不太行哈。那要不我去死呢？你会不会能有所触动一点？你会不会至少能对我说一句一路走好？然后我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走了嘛。过了10分钟以后，周老板过来找我了，他说：“杨丽，你刚刚说的问题呢，我仔细想过了，我觉得吧，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谢谢大家，我是杨丽。大家好，我是杨丽。确实有点上年纪了，你知道，比不动了。而且刚刚国仔也说，这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身份最后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表演脱口秀了，但也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脱口秀比赛类的综艺了。不用啊，你知道，你仔细想，其实没有排掉几个节目，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全力准备我的个人专场的巡演了。承诺大家好几年了，今天终于要兑现了，对吧？我下定决心回到剧场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想收大家点钱。这是不太好听，但是实话啊。因为最后一次演了，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些真心话，就是自从我入这一行以来，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敢说。每一次就会有人就来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敢说？我真的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敢说，我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很多人说自己的成功靠幸运，反正我是真这么觉得的。就是等我后面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哪怕我有的时候想说点好话，我有时候想说，其实有些男的某些方面也挺好的，所有观众都会说哈哈哈哈，反讽。你知道？敢说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误会。我原来不承认，只是因为那样显得比较酷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可怂了。没有那种吗？我从小就特别不能理解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想说啊，那要当面说吗？不敢。我同学说，那你要是考虑一下，就不说别人坏话呢？我说啊，我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光怂，我还特别睿智。我唯一敢说别人坏话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背后，一个是台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像有种魔力一样，就是我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安全，我什么都可以说，没关系，我甚至可以信口雌黄，就像被谁附了体一样，可能是罗永浩吧。我一站在这儿，我脑子里仿佛就有一个声音在说：“杨丽，没事儿，你谁都可以骂，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怎么这个段子好像会提到前公司的一些恩怨，我可以讲吗？你可以讲，因为你是罗永浩啊。你不光现在可以讲，你10多年以后还可以讲。”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然后就导致我在台上的形象就确实显得比较有攻击性，然后有很多认识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杨丽这样对你不好，你应该想办法多多展示你生活中的样子，你知道？我就开始了上各种综艺，所以别的艺人都是就开始说那种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只有我每天在那儿，希望大家离我的作品远一点。但怎么办？后来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我就说我这样，我以后除了上台上讲段子以外，我就不在任何场合吐槽别人，我只夸别人，对吧？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一个什么剧啊电影好看，我就上网夸他，对吧？这样总不会出问题了吧？直到我有一年过年看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看的电影，叫《满江红》，我觉得很好看，我就分享了一下。
大年初一就上热搜了。有些朋友很不开心，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夸一个这么不尊重女性的电影？头像点进去以后，发现大部分都是女生。我当时就看着想说 ，OK， 其实往好了想，是不是说明被我分裂的两个群体，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我亲自弥合了？最起码，他对在我这个人的看法上，他们已经不再对立。你们也知道害怕是不是？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女生骂，所以我就看得很仔细。我不得不说，用词确实比之前的一些群体要文明许多。真的，兄弟们，真的，这个我得批评你们一下了。其实不用脏话也是可以骂人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失望，就说杨笠你太让我失望了。那这个电影前面有几个笑话那么不尊重女性，你为什么要夸这个电影？你是杨笠呀，难道你听不出来吗？我说，我肯定听不出来呀，因为我是杨笠呀。我要是会觉得一个笑话能侮辱到人的话，那我这几年在台上是干啥呢？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次了？就是我的标准不光不正确，我还不统一，是吧？那我这个素质，我还上什么节目？我就上网就可以了。但我其实都能理解。我觉得每一个人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前提是他首先受到了伤害。就我也很矛盾，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已经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我现在敏感度太低了。我太大大咧咧了，我不适合做脱口秀演员。其实我最适合的是脱口秀观众，对吧？就是我听什么都不会生气。所以各位演员，你知道，不管你们什么段子，网上别人怎么说，以后放心给姐讲，那你们的段子我来守护，我保证不会审判你们任何人。当然有一天如果要让考上法官了，我就不能保证了。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觉着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事儿，我直到。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做总编剧以后，会有女演员来问我说：“丽姐，你觉得我这个段子要讲吗？”我发现我说不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儿，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心。就是我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日后的处境；我不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们演出的效果。你们懂吗？你知道，就是总有人来跟我说，哎，你没事，杨笠，你以后就讲点别的呗。我每次都想说，行，你别再说了，因为我就不会讲别的。让每一个人的创作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经验构成的。当你要回避你的生活经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创作的。我能擅长一条赛道，我已经很优秀了。难道我非得要完美，我才能站在这儿吗？反正我以后也不来了。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跟大家说一句，就是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干点别的呗。谢谢大家，我杨笠。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
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1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
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一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今年是我第1次参加综艺节目，参加节目的第1件事是选组长。我一眼相中了刘洋，开场30分钟就被王悦给送到待定区去了。就没想到啊，时隔30年，我又一次选错了男人。节目播出以后啊，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流量和善意，还有我的前夫。我这个前夫给我是太没有边界感了，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骂我：“你就是在外面玩野了，家里啥事你也不管。”就给我骂的哈，那脑袋一懵。我说谁在外面又玩打野了？我说大哥，你给我唠啥呢？咱俩离婚都1年多了。你当那离婚证的红本本是跟结婚证做的年审吗？前夫说，那离婚证它就是一张纸，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俩的感情。你现在能挣钱了，先把我弟弟家的外债给还了呗，我不在乎名分。我说大哥，离婚的时候你给我可不是这么没有边界感的。我回去拿东西，你这不让我带走，那不让我带走，但是女儿让我带走。我说你可是个农民，农民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边界感的人。你家的田挨着我家的田，你要是超过1厘米，那得拼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啊，30年了，地都是我在种，他根本就没去过，他确实找不到边界在哪里。其实我前夫一开始啊，他也是不同意离婚的，他是30年了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我说30年了，是你自己过得挺好的。我说我本来也没想过要离婚，是你每天数落我，逼得我买了副耳机，听到了脱口秀。我这才发现啊，说话能把人逼疯，也能把人逗笑，还能挣钱。所以离婚啊，主要还是得感谢你啊。他说：“那你把我弟弟家的外债还了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买副耳机怎么样？”你也学学脱口秀呢，你还挺会冒犯的。现在我火了之后啊，他老关心我了，每天给我发私信。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拉黑他？”我说：“他全平台关注我，我根本拉黑不过来，
就他本来是不会上网的，就因为被我拉黑的多了，现在都学会建小号了。以前啊，在家当爷爷当习惯了，现在在小某书上当陌陌。搜我的演出信息，关注我的厂牌，截图我的 report。我给他做了30年饭，没想到啊，最后做成了我的私生饭。就上台之前还给我发私信呢，说跟你合影的旁边那个老登是谁？我说是我的新对象，其实是节目嘉宾马东老师。他给我说：“你得感谢我，没我你能写出这么多段子吗？没我你能有今天吗？”我一想也对，啊，我确实不该想没有他的日子，真想都不该想啊！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睡着了都得乐醒。我太感谢他了啊！结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离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死了他咋还又活了呢？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啊，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离婚前嘛，他每天密切关注的都是别人家的女人；离婚后啊，他每天密切关注的还是别人家的女人。我甚至怀疑，我以前是加了个曹操吗？就这么几个有学问的啊！最近啊，他给我发私信说他真的改了，他要开始努力了，我就开始害怕。他以前开水果店也特别努力，只是特别努力的进水果，但是卖不掉。我说你但凡少努力点啊，那个水果店他还能多开几年。我害怕他太努力了，把我离净身出户留给他的房子赔掉了，再来分我的新房，就忘了告诉大家了啊。我经过我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接下来的目标我就是努力的还房钱。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啊，我问包工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定制一个网红的路牌？你就给我写上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点都不想你。就等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啊，请我的姐妹们来我家做客。就现在啊，我的姐妹们可多了啊。到时候就打一个滴滴站点巴士，把咱姐妹们一大巴一大巴的拉来啊。对，这是个商务，我能挣钱还房钱了啊！没想到吧，滴滴竟然还有大巴，坐着滴滴大巴，想咋地就咋地，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谢谢大家，我现在不是房主任，我是房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不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悦，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
里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两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看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是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学呀。结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
过不下去了嘛。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
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叔子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一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8、1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
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成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哎，红了就是好啊。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没想到就进了决赛了。我是个新人，第1轮的时候啊，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说我输了正常，我赢了我就赚了。没想到赚得盆满钵满的。更没想到的啊，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走在了我的前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困。每次节目录制都是从下午开始，凌晨结束，录着录着我就睡着了，有好几次我睡得太死了，给他们都吓着了。是王月掐着我的人中给我掐醒的。凭什么都按照年轻人的时间来？为什么不能按照老年人的时间来？你早上5点半就开始录呗。那年轻人起不来没事儿，那老头老太太能起来啊？让他们来当观众，也不怕他们不来啊，把伴手礼换成鸡蛋就都来了。完全不用熬夜，录到下午4点就散伙，不能耽误接孙子。而且老头老太太吧，还爱传播，节目的传播度它一定广，但传成什么样它不一定。到时候节目吧，他也不怕有什么竞品，谁敢竞争啊？200个老头老太太往地上一躺，什么鹅场？场给你鹅没？我不喜欢吃鸡蛋，但我爱跟风，就是随波逐流，看别人干啥我就干啥。我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我的同学都辍学。在我们村啊，上学它不是第1位的，种地它才是第1位的。一到秋收，老师都在地里，都是地理老师。堕落了，都是这比赛害的。后来嘛，大家都去打工，我也去。我10几岁就参加工作了，在一个砖厂里搬砖。很多脱口秀演员说梦想有一个小时的专场。我干专场都是8小时起步的。大家都去南方打工，我也去，1个月挣300多块钱，给家里寄200多。村里的人都夸我孝顺能干，我感觉这钱是买好评用的。还夸我的爸妈说你看老房家怎么培养的孩子又能干还又不用吃饭。我们一起去的6个女孩子就开始比赛往家里寄钱，就这个月谁寄的最多我们就会高看他一眼，再接济他一口。
我父母也让我多记，说因为好评多的人好嫁人。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我是我们村必去榜的 top one。当时太湖就在边上嘛，还是免费的，一次都没去过。还好啊，再过2年就能拿到老年证了，也免费。后来啊，我的身边有人结婚，我也结。但结了之后哈，过得并不幸福。我结婚就是想有个自己说了算的地方，结果还真是啥都等我说了算。在他的监督之下啊，我灯泡也会换了，水管也会修了，3轮车也会修了。我当时心里就想哈，早晚有一天把它也修了。甚至有次家里煤气罐泄漏着火了，他非常着急喊我救火。当时那画面哈非常有爱，我在闹，他在叫。都说婚后感情升温，当时才知道确实燃起来了。30年了啊，没想到我俩之间还有火花。老公还怪好的啊，啥都喊我，唯独赌博和抽烟不喊我。我说我说的话你要是能听，你就把赌博戒掉吧。其实我也赌博，跟他结婚就是一场赌博，输得老惨了。看着手里的这把烂牌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过。我不过了，实在不行我就靠自己，就来说脱口秀了。结果我也没想到啊，我自己这么靠得住。节目播出以后啊，我第一次看网友的评论，我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呀？女性觉醒。后来我才知道是啥意思啊！其实我也不是觉醒了，我只是没有办法了，真跟他过不下去了。听到他说话啊，我那个心脏就蹦蹦蹦蹦的跳，血压就蹭蹭蹭蹭的升，像极了爱情，但一点没有。所以啊，我这个女性觉醒啊，它不是自然醒，我是被吵醒的。不管是自己醒的也好，自然醒的也好，总归是醒了嘛。正好啊，现在觉少，但是天天这么录节目，我依然还是很困。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我都吓一跳，我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那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2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
我爸在说，谁说不痛？他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饭，你看，还有谁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的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哎，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啊！我爸一拿着这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卷，再也不骗人了。”你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兜底了，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气，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看了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要打。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二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说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
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他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还在公司造我的谣，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的，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巧。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错了，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行，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的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的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他当年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进来人嘻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
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哇，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进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
洗完他拧的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向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最后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动次打次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我是空姐，看得出来吧？好，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
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他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他你手背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对吧？我说：“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对吧？
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对吧？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巴卡巴卡，就。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吊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各位，预备，砰！啪，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对吧？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简单如此。好美呀，好美好美。我好美是吗？那你养我呀？啊，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没有关系，我这一篇是纯骂人，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好，我叫唐香玉，我平时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也做短视频。短视频呢，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大家知道吧？知道。啊，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俩人点一碗，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一口，有的还炫耀，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谁就是没人疼，啊，这太好笑了。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缺爱，心理变态。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长得克夫。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哦，已经被我克死了呀！还艾特男朋友来骂，骂贼难听。我说你再骂，我就克你了。我不光克我自己的夫，我还克别人的夫，我人尽克夫。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这个事就闹大了。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力压马斯克。老外我照样克。啊，来的都是克。热度越来越高，删了也没有用，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株连9个视频。就在我实在受不了，准备要退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转折点来了啊！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咔咔几个热搜，直接把我顶下来了。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我根本不是没人疼。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听出来了吗？我已经疯了，跟人家有啥关系呢？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就很难不疯啊。我啥也不敢发了。这个活风险太大了，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我也找个人养我吧，谁找不到呢？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专门匹配厉害的，啊，最起码得是男硕士，全日制的啊。我的最爱，筛选出很多，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福布斯青年领袖，还有探险家。哇，探险家！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不喜欢星黛露。这样的口音条件，我俩还聊了3天。第3天，他就想来我家探险。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我把热搜发给他，他说对不起打扰了，你别挂我可以吗？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还得是年轻人啊，他是一个00后，比我小7岁，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弟弟虽然年纪不大，但特别 man，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我很喜欢管着我啊，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你给我好好吃饭，这也太霸道了。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给我买双鞋吧。”我说：“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还特别喜欢说：“我带你去啊，带我去迪士尼。”但攻略我做的，票我买的，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是带我坐了地铁吗？我会坐地铁呀，要不是你，我都打车了。就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行，那你带就带吧，我看你怎么带。哦，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哦，原来是小额带啊。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我现在都害怕，将来你走的那一天，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这也太宠了吧！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我找对象儿女双全？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发现了没有？就说我这个人嘛，性格太强势了，啊，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男人都需要崇拜感。我说你花我的钱，我还要崇拜你，我咋不祭拜你呢？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我上网还查了啊，说这种叫爹系男友，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我这是真的，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不上班我赡养你啊！啊，终于扣题了。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我一看宝宝，那不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所以最后我说，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不是我不孝顺，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好，大家谢谢，祝你们开心，谢谢。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三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三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十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三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二婚养牛的。养牛挺好，二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三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三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
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三姨也拉黑了。三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三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时候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残啊！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三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三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我还真是红气养人哈，准备好了吗？女团来了。我今天都想，要不然直接我们13个就成团算了，比什么赛？这个比赛把我搞疯了，我虽然进了，但我每次分数都不高。上一轮我就觉得是时候拿出我最好的段子了，玩什么田忌赛马，我要惊艳所有人，可太惊艳了，倒数第一。下台我就哭了，当时黑灯在我旁边，他也没说啥，默默地去给我拿了饭。平常都是我给他拿饭，我哭得更大声了。这什么行为？乌鸦反哺。那我得吃啊！打开一看，拿2盒菜没拿饭，啥意思？我这么菜吗？脱口秀这碗饭我吃不上了吗？很敏感，也很脆弱。我那几天根本听不得倒数第一这几个字。碰到个3轮车倒车请注意我都听不得，我说有什么可注意的？他一直很努力，一直往前冲，就是倒了一下，有什么可注意的？师傅说要不你还是注意一下吧，快压你脚了啊！能听出来我性格特别的要强，也经常内耗。
为此我还去医院做过那种心理测试，我怕测出来我有病，提前在家刷2套模拟题，是不是很要强？为啥是2套呢？因为第1套做出来真有病。医生就说了，说你放轻松，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多观众。我说我有，你才没有。我当天就换了小璐姐的医生，我也想当超一流女演员。好，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点儿也不松弛。我从小受的教育就很难让人松弛。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啊，虽然咱比人家穷，但咱不比人家差。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怎么不比人家差？咱连学费都交不起，每次都要拖几天。啊，老师问我啥时候交，我说不着急。我虽然没有交，但我也没有学。人穷志不穷，一点便宜不占。但我成绩还挺好的啊。老师都感慨说，人唐香玉家里这么穷都不放弃，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同学们面面相觑，什么理由？不努力还要理由？他努力不是因为他家穷吗？我说你可小点声吧哈。学校呢很重视我，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我讲完他们就哭，也不捐款。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青春期的自尊心格外的强，我就下定决心，我好好努力考第1名，让人家忽略掉穷这个光环，都已经是个光环了。我发了很多奖状，还上了报纸。结果那些奖状和报纸都要强调一句家境贫寒，我越努力，我家越贫寒。有一些为了煽情写得很夸张，几乎把我写成了孤儿。我爸看了报纸说：“咱家这么惨吗？”我说：“爸，你知足吧，下一篇都没有你了。”家里都求我说：“别再去演讲了，想要啥给你买点啥行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了一件棉服，有毛领的那种。毛领子什么概念？我们班花就穿毛领子的，我天天穿。开春我不是班花啊，开春了太热，把毛领子卸下来，缝在校服上也要穿。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传，说初3有一个座山雕，很时尚。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也不是全是伤痕，全是伤痕。我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故事了。直到有一天放学，我遇到了一个骑鬼火的少年，他跟我要钱。我说：“你可真是有眼不识座山雕啊！你是不是穷疯了？我什么身价？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可以让你给我捐钱。”他当时那个表情啊，就是这个女孩好特别，见过横的，没见过又穷又横的，被我怼得面红耳赤，整不会了。我骑上摩托这么穷就跑了。我说：“你说谁穷？我3轮车嘲笑我，摩托车也嘲笑我。”1周之后，他来跟我表白了。这有什么好意外的？流星花园没看过吗？像我这种贫穷、倔强又耀眼的少女，一定会引起道明寺的注意。唐三太表白很用心啊，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围了个心形，点蜡烛，很浪漫。但用的是家里停电时候那种白蜡烛，起鬼火还点鬼火。老远一看，我寻思跨火盆呢，毛领子差点给我点了。我没有答应啊，肯定不能早恋，后果太严重，万一被发现了，全校通报怎么办？通报上又写家境贫寒怎么办？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很久了，距离上一次比赛也过去半个多月了。
我已经好很多了，我现在非常松弛，能看出来吗？你能看出来吗？我已经想通了啊，倒数第一怎么了？那至少还没有淘汰，3菜就算菜，还能继续比赛，还在桌上就有饭吃。我把今天当成我最后一顿饭，我使劲吃，我不光要吃饱，我还要吃好，我不光要3菜，我还要1汤。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总决赛就是刺激啊！这家伙把我搞得跟飞行嘉宾似的。我们节目也播了好几期了。前几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镇上、县里、市里都在找我。我一下就慌了，这是要通缉我。我没提家乡名字呀。他说你得提呀，你这不是白宣传了？我说我没宣传呀。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我一句好话没说。家丑外扬也可以叫宣传吗？高情商这一块还得是山东人哈。跟我说还要来采访他，怎么教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怎么教育的？是不是太自信了？就好比哪吒闹了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打上门了，李靖说我不接受采访，海鲜也拿回去，根本听不进去，已经飘了整个人。当天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从天道酬勤改成了湘玉爸爸。我说怎么着，爸爸，你不想努力了？反正家里觉得能上电视那就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惹多大事才能上电视？我爸都让亲戚来我家看电视，看我比赛的视频，人看了半天说：“哎，这不都是骂你的吗？”他说：“没有啊，这不也有骂你们的吗？”我还挺担心他们看到的，我妈也很担心，担心看到我火了，亲戚来借钱。我说咱先把借亲戚的钱还上，行不行啊？我们家族这一次也是异常的重视，拿出了最高礼仪。按照之前的约定，说每上一个节目，家谱上就给我加一个括号。今年在我名字那一行，加上了喜剧之王。周星驰老师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上我们家家谱。我自己这边啊，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反馈。每一期播出，都有一些男网友给我发私信，要娶我。为什么？我明明讲的是不要催婚，怎么就成了征婚？是咋理解的呢？就女生说不要就是要。他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吧？这都啥年代了？女生说不要那就是不要。不要不给我投票啊！啊，现在就投，我不要男票，我要票。当然了呢，也有那种很真诚的人啊，他说很喜欢你，但感觉驾驭不了你。听听这个用词，驾驭，我还以为离开职场我就不是牛马了呢，没想到到处是牛仔啊。类似的还有什么？好怕降不住你，你还怕降不住我，我都没怕克不死你呢。就关键这些私信，我每次都点开，因为它开头写的很官方，什么唐女士您好，何时有空啥的，我以为是商务，没想到是家务。我好好给你演出，你想一出是一出。我做错什么了要当我老公？也不是不能商量哈，主要这关系发酵的太快了，一下子太甜我也接受不了，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慢慢来，微微发酵就挺好。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里面的绿茶创新采用微发酵工艺，带来温润自然茶香，真的是恰到好处。这个商务也是恰到好处，真的爱我你就给我商务，钱在哪爱就在哪。但是呢，我说实话哈，真的要说真的，
我承认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看我这么能，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别说驾驭了，我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们。就前段时间流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热搜，说老公误把酵母粉当感冒药给老婆喝。酵母粉是想把老婆也喂发酵吗？是怎么做到的呢？就黑灯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啊！有些评论更加的迷惑，说：“哎，算了算了，我老公也这样，我老公还给我喝过期的呢，这怎么还卷起来了？笨蛋老公爱上我。”更有甚者说：“习惯就好，大猪蹄子常规操作。”我最不理解“大猪蹄子”这个词，明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糯唧唧呢？猪蹄子可没惹。不要丑化猪蹄子，人家没有这个猪脑子。但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如果是女人干出来的，评论区得是什么样？那可能不是大猪蹄子，那得是小金莲子。大郎，起来喝酵母粉了。咱们家做炊饼的，这玩意儿管够，多喝点儿。这么多年你也该发起来了。好像再离谱的行为啊，放在男人身上就容易被原谅，甚至有点可爱。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这是一种歧视，我觉得对哥哥们很不公平。我心疼哥哥，这就是在害哥哥，还常规操作。你不说他，万一他给自己喝，喝成了教父；万一他给领导喝，被领导捶得糯唧唧。你不心疼，我心疼。怎么办呀？这一期又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播出之后又会有一大批人爱上我，但我真的求求了，不要再给我发私信了。我现在事业上升期，没有时间驾驭你们，牛仔很忙的。谢谢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但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烟。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唐湘玉，唐湘玉，唐湘玉”，不用，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湘玉？咋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他说：“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1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
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何止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啊，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我大娘问我啊，20几了？我说31了。她说啊，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她说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我三姨疯狂使眼色，别说这个，别说这个，她嫌你。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是生死簿。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可怜我三姨，一个开朗的媒婆，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2桌嘛，男人一桌，女人小孩一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炸的，好可怕呀！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的？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最后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
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啊，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儿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啊，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啊？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啊，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香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哦，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啊，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哦，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啊，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南瓜当时还说呢，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香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香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位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啊，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一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1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1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啊！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又来录节目了，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前段时间去演出，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不是跟我啊。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他有个喜欢的人，我说我都行，但你得想好，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我有点冒犯，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他说没事儿，他不一样。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一样。那天我刚讲完，他就窜上来了，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是 marry 全场。把女孩也叫上来了，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就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当时场面就僵住了。我讲了1个多小时，还不如这1句冒犯呢。我看女孩特别尴尬，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他就不下台。情急之下，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就当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他肯定愿意呀。我看他快惨死了。对吧？跟谁过不是过呀？哎呀，磕死我啦！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
说出来又如何？谢谢你的同情。谢我一个。全是同情分啊，今天很感谢。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也不要发你的嘴。我要的不是这个，也不要发别的啊。说不清了，说不清了，就是不用同情我，我也谈过恋爱的，有喜欢的我也会追，但是我追上了，我又想超过他，很容易就超过了。研二的暑假，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没时间陪我了，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你不用学，以后老公拉着你。啊，谁还会用拉这个词？好 low 呀！你学的是拖拉机吗？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你许我朝朝暮暮，我陪你陡坡起步。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仪表盘。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听不了这些，听都很想吐。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我可饿不了啊！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哎，我惊喜的发现啊，开车是不晕的，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10码的推背感，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太快乐了，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做到了，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教练说你压线了。哎，这手机是好啊，都抓拍到了，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真的太努力了。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赢才是我的必修课。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啊，超过我了！我说嗨，一脚油的事儿。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跟你幸福，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其实他对我呢，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平常出去约会啊，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老公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为啥骑电瓶车呢？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啊，我都有驾照了，我没有方向感。是，我是没有方向感，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呀。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就是他出去喝酒，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我去代驾。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一个梗都没有，我就会忍不住接梗，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我一接就炸，哐哐炸场，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但回来路上，前男友很不高兴了，连我的腰都不搂了，倔强的撑着车架子。他说：“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那是你的场合吗？拍你好几下了，让你少说话。”我说：“你早说呀，我寻思我讲得好，你给我拍灯呢。”这才是拍灯啊！很快我就提分手了，他很难过，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满分10分，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但他依然很爱我。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也是真不错，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5分。
说出来，太爽了。这些年吧，男人没留下，留下了一身本事。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最近又想长本事了。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但同时也很联系我的前男友，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前任看着我谈恋爱，这也太刺激了。我想去，好久没骑电瓶车了。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你在看吗？想火吗？驾照考出来了吗？啊，虽然做不成情侣，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姐拉着你，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你就乖乖的，你少说话就行了。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节目播出之后，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4子长女，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给我改成唐氏4子长女相遇（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人家说我有车，我有房，我说我有个祠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他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你先结。问题是我跟谁结？她急了，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哈！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人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4、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要是说婆婆来了，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不光父母催啊，亲戚们也来操心。有个大娘，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年龄。30了哈，可留不得了。我吓一跳，是要除掉我吗？他说再不找就真的没有人要了。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还有人来提醒我，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以后，你就是外人了，你知道吧？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弟一听就急了，凭什么呀？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你姐姐已经魔怔了，你要是不赶紧成家，以后就跟她一样，
到处漂泊，没有人管，我表妹都要哭了。还有这种好事啊？现在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啊，生育率没帮上忙，升学率我带起来了。我说表妹，你千万别害怕，没有家不要紧，咱还有个祠堂呢。你也别叫我表姐了，叫我堂姐。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就像现在，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但我决定听我妈的，不管了，我先结。好，谢谢大家，我是唐玉，谢谢。大家好，我是唐香玉。啊，这一轮是挑战赛，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想办法，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谁敢挑战你，你就嫁给他。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呀？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反正今天要么晋级，要么办婚礼。肯定都是喜事儿。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哇，好顺呀！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我也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爸妈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就给你点素材吧。吐槽归吐槽，孝心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变了线，就给他们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有默契了。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我妈妈吓坏了。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用了几天之后，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我说你确定吗？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家里也不图我什么，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一，考个公务员；二，找个公务员。排名不分先后，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其实，在我们村里啊，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往村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更离谱的是，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眼神不好才看上我。黑灯下的火速澄清，我没有看上你，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妈说不行，得回来，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哇，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那都不能叫开席，那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啊，就是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我现在20、30潇洒，40、50肯定后悔，70、80老了瘫了没人管，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等我到了70、80，你来管我。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我说但你管得快呀。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了，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这还是村民吗？这不是预言家吗？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叫读书读傻了，
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又蠢又欲，我是又傻又野，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那还好没读博士，要不然就是啥也不是。我说我做不到，让大家都认可我。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这时我妈坐不住了，哦，她都怼了我好几下，说你赶紧闭嘴吧，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儿，非常好。别人说我的时候，她唯唯诺诺；我说别人的时候，她重拳出击。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我又被包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黑灯啊。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我三姨眼睛一下就亮了，说：“哎呦，这么帅啊，这小伙子哈，这不是王嘉尔吗？他眼神也不好了。”行行，你眼神最好。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要不然等我火了，咱俩就对不上了。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问我要不要票。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那天我没人接，我还进不去。黄牛说我带你进去。我说啥呀？我要进去表演。他说那得加钱。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但另一次就过分了。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印着我照片的，我特意走过去，我说：“这是谁呀？”他说：“金镶玉。”来一个吧，这镶玉，来不了，咱俩不该相遇。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哦，也经常喜欢发我，发就发吧，那标题写的啥？唐湘玉卑微到泥土里，开出花。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卑微到尘埃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我这么土吗？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说我特别厉害，不光会脱口秀，还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虫草店，把我写得太好，我都舍不得举报。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我说卡是真没有，虫草你等我一下，我卑微到泥土里挖。说到土啊，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我在北京待了9年，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我说句冒犯的，真的被土到了。土得我直接大喊：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是不是黄子韬老师？是。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好多人说我学他俩，土就算了，还是学的，我都没法澄清。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我本来就很土。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我就是一农村孩子。长得也不洋气，尤其是这颗痣，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好意的我都心领了，我去医院看过，他没事儿。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把痣点了，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给我交出来。你说话这么管用，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去美国把枪放下，去你的吧！
把嘴闭上。还有人劝我说，哎，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太美女。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不然我就是全美女。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如果非让我点啊，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把玉点成王。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不会是我唐香王吧？唐香王吧，怎么这么奇怪呀？哦，说王不说八。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哎，有的说有福，有的说克夫，我都行，都有用，真的有用。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特别不容易，定了去年结婚，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不能结婚。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有。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其实按农历来说呢，去年没有立春，成为寡年，寡组词寡妇，就成了寡妇年，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你组词寡人、寡王都行，不组词都行。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容易剐蹭，很荒谬啊！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俩放心的结。这个寡妇我来当，我可以当。看到这个痣了没？这就是寡妇的标志。我表弟感动坏了，说姐，那你牺牲太大了。我说不是你姐牺牲大，是你姐夫牺牲大，你姐夫直接牺牲了。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我就没动他。让我点痣的呢，我都拒绝了，说我装啊，能割双眼皮，但不点痣。这话说的，我还能割，但不善舞呢。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同样的，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我也不知道我在燃什么，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但拒绝了别人，我又会很内耗，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不喜欢我了。我朋友说，你看又卑微到泥土里了。我说没办法，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这是我来时的土路。有土才能开花嘛啊！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但我改变了这一个，肯定还会有别的。我觉得太累了，我还是打算做自己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你们很善良，好 ，OK， 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儿。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
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挑起上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听说过吗？兼职 CEO。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你看每个月读1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就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
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生气了我也不敢说。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我鼓足勇气，我给老板发微信，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老板说公司不挣钱。我说好的。波浪号。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老板还跟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有一次我坐飞机啊，我特别想睡一会儿，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左边在教飞机原理，前面在教古诗词。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这就是个实验班。我坐第一排，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我怕他让我往后传。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我怕我一打开，班主任在那儿趴着呢。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pad，我看着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他们应该学人生的真相。我就想跟他们说，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别做梦了，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你去头等舱看看，那帮人早就躺平了。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因为你看pad太多，已经戴眼镜了。还有那个背古诗的，你背这么多诗，以后想当诗人吗？当诗人有用吗？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没有化妆，老板跟我说，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我说没钱怎么化妆？没玩过游戏吗？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然后老板跟我说，哎，咱们有事说事儿，你不要有情绪。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啊，我在这演着演着，突然有人上来扇我一巴掌，我面无表情。观众都问我说：“你怎么不生气啊？”我说：“戒了。”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戒不是有病吗？”我看见人还是。然后老板还跟我说：“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 对吧？因为你都伤害我了，你还要怪我太脆弱。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有人开车把我撞了，然后过来跟我说：“哟，这么容易就受伤了？你也太敏感了吧？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但他一点事儿没有，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你花21天，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说：“可是我真的疼啊！”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我说：“可是我都快要死了，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
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我说这标准你咋测试啊？啊，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员工能力越强，情绪就越不稳定，对吧？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前两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他会挺多编程语言，但我让他加班，他就跟我用 C 语言。然后前两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然后就没有降。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就非暴力沟通几十万字顶不上这一句，我这才是真正的一句顶1万句。谢谢大家，小海。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我今年26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我之前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快拉倒吧，我看你长得像离过婚的。也有一些人追我，但是追我的人岁数都比我大，30多岁，比我大30多岁，是不是挺荒谬的？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黄妍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现在好了，富不富我不知道，老翁是全送我这儿来了。现在追我的恨不得没有50以下的。算命的说我今年犯桃花，我都纳闷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最近有一个男生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啊，比较年轻，52，我都觉得他有点幼稚。他是我的一个领导，他会半夜3点翻到我2年之前的一条朋友圈，给我点了个赞。我说老年人是较少哈，我是个很爱发朋友圈的人，我算了一下，2年来我发了2000来条朋友圈。半夜翻我2000条朋友圈，拿我朋友圈当读者看了。而且我是不知道你们朋友圈平时都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我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很简单，全是我对一些事儿的想法，我对一些事儿的观点。我发现这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翻了我2000多条观点，就赞同我1条。我都觉得他那条不是赞同，他在那儿留了个书签儿，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吧。你没有办法，你那会儿刚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总给我点，我也不好意思完全不理他，所以说刷到他的我也会给他点一点。问题是，他给我点的全是我2年之前的朋友圈，没人发现。我给他点的都是他最近的朋友圈。现在所有同事都在传，我要追他。在他朋友圈里面只有一种赞，我是不怎么敢点的，他会分享他自己的健身视频，还会喊我一起健身。他喊我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和你健身，哪个公园哪棵树啊？我有时候看他发那个视频，我也觉得挺搞笑的。我还想去跟同事聊，我说：“哎，你看他朋友圈发那个健身视频了吗？”我同事翻了一下，说：“没看见呀。”我说：“我也没看见。”他会对我的穿着打扮提出他自己的建议。有一天跟我说：“小黄，你平时这个妆化得太重了，男生不喜欢你这种类型，没有安全感，看不住，看不住。什么人的择偶标准是能看住啊？啊，别人想找个好看的，他想找个好看的。而且我说心里话，也没有必要看着我。按照岁数来说，我感觉他更容易走丢。”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在跟我搞暧昧，他有点太笃定了，他笃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会不会其实我喜欢他，就是我没发现，他发现了。过了几天给我发来这么一条消息，他说：“黄妍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当时看完脑海内警铃大作，我说坏了，这老头要跟我表白。你怎么回他？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说我喜欢年轻的。有点过于针对他了。我说我喜欢长得帅的，他这种人又很难认为自己不帅。
你很难找一个切入点。我真的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回了他一句，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不要小看这个哈哈哈，很有巧思。多一个哈，4个哈呢，显得有点热情了；少一个哈，哈哈，又过于嘲讽。哈哈哈，就可以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智慧的、最委婉的拒绝了。大爷回我说：“我想把自己介绍给你。”我回他176个哈，176个哈就能把这句话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发现他这种人不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面斥不雅。就是你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很多话其实不需要我当面骂你就应该明白，对吧？你就感觉他在装糊涂，因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跟他的领导一点就通，怎么到我这一点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他只能听到你我对象。我后来真的是累了，我都开始希望他能正儿八经跟我表白，真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好好的跟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滚。我需要一个这样直接拒绝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喂，小黄，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呢都很恶心。他说喝多了，我就喝多了跟你说啊，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以后我老婆要是能长成你这样，我说你看不住。讲到这儿吧，现在。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啊，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了，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
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燕姐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她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燕姐，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